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晚上11点，导员突然在微信群里艾特全员，所有人立刻回寝室，锁好宿舍门。楼道电路起火，工作人员正在检修。我不明白检修电路为什么要锁门，而且宿舍明明有电。2分钟后，住同宿舍楼的闺蜜私信我，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以为闺蜜在开玩笑，上铺的萍姐紧接着说道，快去锁门！我男朋友说有一个杀人犯进了宿舍楼。我慌了，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她男朋友比我们小1届，萍姐从不开玩笑，真的有杀人犯。我连忙跑到门前，正准备上锁，停顿了一下。可是苏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锁门？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，老大萍姐，老二回家了，老三是我，老四苏月刚去楼道取衣服了。我还在犹豫，萍姐当机立断，先锁门，等苏月回来我们再开。同时，萍姐在宿舍群里艾特了苏月，苏月你在哪？衣服别取了，快回来，外面危险。苏月，没事，衣服取好了。我在楼道拐角看到有2个男的，身上背着袋子，拿着扳手，应该是导员说的维修工吧。杀人犯的消息我也听说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还好他们没看到我。我准备绕路从另一边的楼梯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脸了。他们……苏月消息打了一半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来源就是苏月所在的楼道拐角。苏月被发现了，我和萍姐互相看了一眼，2个人眼中都映出对方惊恐的样子。如果是维修工，没有理由去追苏月。我和萍姐都没在微信群里再说话，萍姐比我先冷静下来。我先私聊导员问问情况，导员没在群里说真相，应该是怕大家恐慌。煎熬地等了2分钟，萍姐说道，导员让我们别担心，杀人犯的事情是谣言，真的是在维修电路。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疑。紧接着宿舍群弹出了新消息，苏月，吓我一跳，刚才真的是维修师傅，他们追我是怕我走到有危险的区域，等我这就回来。看到苏月的回复，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很快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让我心安的是，这一次的脚步声并不急促，咚咚咚，敲门的声音传来。因为刚才的惊吓，开门前我还是先看了一眼门禁，是苏月没错。正在我要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应该是1、2楼传来的。我们宿舍在6楼也听得清楚。班级群的消息一下炸了，什么情况？不是电路维修吗？刚刚惨叫怎么回事？听说宿舍楼进了杀人犯，真的假的？声音应该是从1、2楼传来了，有没有附近的同学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就在1层，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敢出门。不过除了惨叫，我好像还听到了刀子砍东西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们报警吧。就在这时，群主开启了全员禁言，刚刚炸开的群消息戛然而止。导员发出了最新消息，同学们请不要慌张，传言是真的，确实有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因为担心大家恐慌危险，所以刚才说是电路维修。学校已经报警，各位同学一定锁好宿舍门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，警察赶到之前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一定不要开门。为了稳定大家情绪，班级群今晚禁言。正准备开门的我停顿住，咚咚咚，门外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，电路没有坏，那苏月看到的维修工是谁？或者说门外的人？寝室群发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苏月。保险起见，我又看了眼门禁，这次我才注意到苏月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没错，但不是她刚出门时穿的那件，光线暗淡，因为苏月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可仔细观察下，能发现对方的肩膀与手臂是比苏月粗大的。再向下看，我发现对方似乎为了模仿苏月的身高，腿在弯曲着，这个人不是苏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抬起了头，只见对方戴着口罩，站直了身体有1.8米，直直盯着门禁，向我竖了一根中指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现在脑子乱得不行，把我看到的情况和萍姐说了。萍姐深吸口气，冷静分析起来。我们没听到苏月的惨叫声，她应该是没有遇害。从对方穿着苏月的衣服和在群里发消息来看，苏月应该是背叛我们，和杀人犯一伙了。她刚刚想害我们。我虽然不愿相信，可萍姐分析的没错，别说杀人，就算是控制住挣扎的苏月，也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苏月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又来了新私信，屏幕显示苏小月月，这是苏月的小号，只有我知道的小号。我知道苏月有2个手机，苏小月月，刚才我逃跑的时候，手机和衣服都掉了，现在甩掉他们了，你一定要小心萍姐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人的脸，是萍姐的男朋友。我已经和隔壁603的人联系了，一会去603，你找机会也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头皮都开始发麻。萍姐似乎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温柔一笑，别怕，我们只要锁好门，等待警察来就行。
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平日里都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，怎么会和疯子杀人魔一伙？我脸色渐渐变好，冲萍姐一笑：是的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当萍姐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导员又拉了一个新微信群，几乎全楼的人都在，少了几个人，应该是漏了吧。刚拉完人，导员就在群里艾特全员，我被他们控制住了。之前消息也是他们发的，之前用我身份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校报警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报警，我说话会被发现，同学们快报警。另外，本楼不在群里的人都有问题，千万小心。消息发完的几秒，群里异常安静，群里没有禁言，也没人说话，似乎都在消化这些信息。导员被那群疯子控制住了，貌似发了刚刚的消息。从那群疯子进宿舍楼到现在，根本就没人报警。这个宿舍楼里有人和那群杀人的疯子暗中勾结，我则第一时间点开群成员查看更多，搜了萍姐的微信名，发现群里竟然没有萍姐，我整个人愣在当场。结合导员和苏月的消息，我确定萍姐有问题。现在思考起来，之前门禁里看到的男人虽然戴了口罩，可身高、发型、气质、眼神都和萍姐的男朋友陈哲太像了。我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让萍姐发现变化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灯灭了，全楼的灯都灭了，宿舍楼断电了。紧接着，我看到手机没了网络，没了信号，黑暗带来了恐惧，却让我的心稍微镇定，这样萍姐就看不到我难看的脸色了。下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就没法报警了。从导员刚刚拉群到断电、断网、断信号，中间不到1分钟，没人来得及报警，没人会来救我们，我们就像一群困在楼里待宰的羔羊。而近在咫尺，就有一个拿着屠刀的猎人。萍姐平和温暖地说道：“一定是那群疯子干的，别怕，既然已经报了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。”说话间，萍姐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削着苹果皮，苹果皮削好，她切了一块，递给我，过来吃点东西压压惊。昏暗中，我看到了萍姐的笑容，带着温暖，温暖中又仿佛带着丝残忍。我走到萍姐面前，努力克制恐惧，吃了那块苹果。可能因为紧张，我完全吃不出味道。为了让萍姐放松警惕，我顺着对方说道：“谢谢萍姐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”说着，我坐到了自己的床上，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小幅度地摸索着能对抗萍姐的东西。萍姐突然笑道：“断电之前，你看着手机发呆了好一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手机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”我心中突然一顿，导员的消息、苏月的消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删，萍姐的手已经伸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给萍姐看，如果不给，就会被对方发现我知晓了一切。控制住手的颤抖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伸了过去，准备趁着对方接手机的时候跑出宿舍。就在萍姐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而这一次，惨叫的声音无比清晰，就在我们楼上。我和萍姐的身子都顿了一下，我顺势收回手机，抱住了萍姐。萍姐，我害怕。我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我所有的害怕完全可以甩锅给楼上的受害者。对我的行为，萍姐似乎也放下了戒备，没有再提看手机的要求。萍姐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也会冲上去保护你。”她的话很温柔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问题。甚至如果没有导员的消息，我根本不会怀疑萍姐。就在我稍稍放心，等萍姐放下戒备伺机逃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宿舍的窗子没上锁，我们宿舍楼窗户没有护栏。以男生的身体素质来说，从楼上翻到楼下并不难，而现在凶手就在楼上，我离宿舍门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正在和萍姐拥抱着，楼上的凶手马上就要过来了。我近乎绝望，现在别无选择，我准备先控制住萍姐握着水果刀的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有人在焦急地敲着603的门。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有人进了603，603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。进门后没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，应该不是坏人。结合之前苏月发的消息，我断定这个人就是苏月。我去看看。萍姐似乎想要阻止我，可因为我刚刚的表现没有异常，她没有强制控制我的打算，还不忘提醒我一声：“小心点。”我装模作样的在门边看了眼门禁，外面很安静，空无一人。接着我转过头看向萍姐，外面没人，我们这里暂时还安全。我正说着话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楼上爬到我们窗户，他的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他背对着月光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样貌。隐约间能看到他1.8米上下，嘴里叼着一把刀子，双脚踩在我们宿舍窗户的时候，这人单手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。我背靠着宿舍门，面朝宿舍窗户，而萍姐面对着我，她
他还没有发现身后来人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，黑夜里，手电筒突然绽放出强光，强光照到萍姐和那个黑影男脸上，让两人眼睛一阵刺痛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连忙打开宿舍门逃走。你死定了！黑影男一声怒骂，随手扔过来一个物品，砸在我头上，还好东西不重，没影响我逃走。我拼命跑到603，然后开始拍门，咚咚咚，我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到了男人和萍姐怒骂的声音。如果603不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。咔嚓，门开了，苏月把我拉进了宿舍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。算上我，宿舍里现在有6个女孩，原本的宿舍4人，加上我和苏月。苏月抱着我不断安慰，想不到萍姐和陈哲是这样的人。调整好情绪，我把刚刚的经过讲给几人听，并回忆着黑影男的样子，确定是陈哲没错。苏月说道：之前萍姐有说过，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混混们走得很近，也许她性格一直这样。另一个女生跟着说道：我和陈哲高中一个市的，他很出名，是个学霸，高考前的全市联考考了700多分，所有人都默认的清北人选，可高考的时候发挥严重失误，只考了400多分，才来了咱们学校，可能受了刺激吧。我一听心里更慌了，这还是个高智商罪犯。就在这时，苏月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小球，问道：你手上这是什么？逃命还不忘带着。我这才发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材质的圆球，回忆了一下，刚才陈哲从窗户进来的时候，看我要逃，随手扔过来砸我的，幸亏这东西不重。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，敲得很急促，大家刚刚缓解的情绪立刻又悬了起来。门外竟然传来了萍姐的声音：酱汁，快开门，我男朋友陈哲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刚刚你把我丢下不管，我不怪你，快开门，再不开门，我要死在这了。我心头一沉，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萍姐99%是坏人。抬起头，我也看到了宿舍里其他人都警惕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开门。我对大家一笑：你们救了我，我不会害了大家的。萍姐还在急促地敲门，还在央求我们信任她。突然，我手里的塑料小球发出了声响，从里面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：海平想杀你们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观察这个小球，竟然是个小型对讲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是陈哲。陈哲是萍姐的男朋友，至少我和苏月是见过他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哲不是坏人吗？苏月面色凝重，紧跟着分析：陈哲知道了萍姐敲不开门，所以想要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不过眼下统一的战略就是不给萍姐开门。外面的萍姐似乎敲累了，一声叹息：我不怪你们，毕竟杀人犯是我男朋友，我身份敏感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我被坏人杀了，你们也会自责的。话落，敲门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是一阵跑动的脚步声。萍姐应该是走了，但我听到萍姐最后说的话，心中还是有些疼。忐忑当中，我又看了看门禁，楼道很黑暗。突然，宿舍门外一只眼睛贴在了门外的门镜上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随即门外的人拉远距离，我刚好能看清，就是刚刚佯装离去的萍姐。不过现在的萍姐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笑容映衬着走廊微弱的绿光，显得阴森可怕。酱汁，你可真残忍啊，把我拒之门外。还有苏月也在里面吧，时间有的是，我们慢慢玩，谁也逃不掉。你们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，所以必须死。我们宿舍里的6人互相看了看，明显比刚才要慌了。萍姐说的没错，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她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苏月壮着胆子冲门外说道：萍姐，咱们宿舍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很温柔，很照顾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把你当姐姐看，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为什么要参与做这种事？我也紧跟着说道：是啊，萍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哈哈哈哈！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萍姐在放声大笑。萍姐用力踹了一脚宿舍门，知道踹不开，只是单纯的发泄。我这么做当然是觉得好玩呀，我喜欢欺负别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害怕我的样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把一个人的头按进了厕所，还拍了他的照片，甚至还威胁他跳了楼。之后我洗清了身上的嫌疑，警察根本没证据抓我。我听到萍姐说的话后大吃一惊。萍姐，你说过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笑着说：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是坏人了。况且今晚动手的是我男朋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也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漫漫长夜，你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吧。说完，萍姐又踹了一下门，接着门外安静了下来。萍姐似乎失去耐心离开了，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相互对视着。与其等死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好，苏月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就在我们拿上扫帚、拖把等武器，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圆形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陈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不要出门，外面不止我们2人，
果然萍姐还有其他帮凶，推断应该是和她同一高中的那群混混。我冲着对讲机喊道：陈哲，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赶快报警。没想到陈哲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话落就听到楼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宿舍里的几人再次陷入了恐惧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房门被人敲响。苏月看了一眼门禁，门外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女生焦急地说着：救救我，快开门！是张雪。宿舍另一个女生说道：张雪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不是很熟，学习很好，是学生会的老大，应该不是坏人。我和苏月对视一眼，决定开门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门，躲在一旁的萍姐就立刻顶住了房门。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萍姐阴森森地说道：你们终于开门了，动手！听到命令的张雪立刻拿起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们走来，而我们握紧手中的扫把，准备与其搏命。就在这时，陈哲来到了众人面前。萍姐问陈哲：其他人呢？都已经按你吩咐的解决掉了。陈哲紧接着又说道：这些人交给我吧。说着拿着棒球棍走了过来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陈哲一棍子打在了张雪的后脑勺上，张雪应声倒地。接着陈哲又拿出刀子，将目光瞄准了萍姐。这一串连贯动作将我们吓了一跳，萍姐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哲，你干嘛？陈哲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海平，你是不是忘了陈丽丽，那个被你逼迫跳楼的女孩？她是我的妹妹。萍姐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，想方设法接近我，就是为了给你的妹妹报仇是吗？陈哲微微一笑：海平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说着便一刀刺入了萍姐的身体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报声，随后陈哲意味深长地看向我们几人，仿佛在说：对不起，让我们受惊了。陈哲没有逃跑的打算，而是像我们一样等待着警察的到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永久的牢狱生活。事后我和苏月也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被绑架的辅导员等其他同学都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，受害的都是当年霸凌陈哲妹妹的混混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宿舍的老二陈梦。他其实根本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第一个被陈哲设计好除掉了。有穿男装很帅，我把两人合照发网上，有人回复：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耗子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我像往常一样把自己跟室友青青做饭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很快粉丝们就纷纷点赞，一会儿功夫评论就增加到了几百条，其中一条评论却飞快地被顶到了最上面：同学，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耗子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对方的 AD 名叫老神棍，头像是一张太极阴阳鱼的图片。我点进他的页面一看，只见主页上挂着几张灵符，下面还带了小黄车，但是符文都很贵，几万十几万一张。这年头骗子的胃口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不等我回复，其他粉丝早就纷纷反驳：笑死，果然是老神棍，装神弄鬼骗人。对啊，我们青青是女生啊，还变态杀人犯，离谱死了。熟悉我的网友都知道，青青是女生，留着利落的短发，眉骨硬朗，看着简直不比男明星差。青青性格很好，为人大方，而且很爱做饭。我把两人相处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几天时间就积攒了不少粉丝。我不敢直接骂人，而是礼貌的回复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室友不是杀人犯，她是个女生。不可能，男人藏精于骨，你看他眉骨分明，这是前命，肯定是个男人。小姑娘，你相信我，我看了几十年面相了，不会搞错的。这人头尖额窄，眼路300，性格非常暴躁，是穷凶极恶之辈。这么精彩的内容，还得配合我的新手机观看。旧的 Mate 50 Pro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7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老神棍发了一大串留言，我看得很生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青青脾气很好的，我们楼上的邻居老是半夜3更发出很大的噪音，青青都没跟他吵过架。我楼上住着个当主播的漂亮女生，半夜3更经常在房里拖动椅子，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弄出很大的动静。我上去说了几次，那女生却连门都不肯开，还是青青劝我说她虽然吵，但每天晚上也就折腾半小时左右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忍一忍算了。这么好的脾气，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啊？我不想跟网友吵，直接把这条评论删除了。没想到对面却不依不饶，发了一条私信给我：你头发枯黄，六亲无缘，你爸是不是在你5岁那年意外去世了？屏幕上短短的几行字，我心里却顿时咯噔一下，情不自禁地捏紧了手机。我读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亲爸就车祸去世了，后来我妈带着我改嫁到外地，跟现在的继父在一起。继父对我还不错，连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个算命的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饥饿宫有2条横纹，去年肯定发生过意外，还有1条是今年的，能不能避过去就看你自己了。发完最后一条消息，老神棍就没反应了，但我的心里却久久无法平静。我去年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小腿骨折，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
这个老神棍真的有点东西啊！青青他该不会真的是男的吧？我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仔细回忆着两人相处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又震动了起来。我打开微信界面一看，发现是隔壁的邻居小美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：酱汁，你快看群啊，好几个女生被尾随了，真可怕！我刚准备出去吃夜宵呢，吓得我不敢出门。我忙切到业主群，翻看聊天记录，邻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。莹莹，大家可千万别出去，我手现在还在抖。5、6个纹身的肌肉男，喝得烂醉，真的好吓人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说等会儿会派人去看的，但我估摸着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他们就跟着我说下流话，没来得及动手我就跑了。是不是看你穿得太漂亮了想搭讪啊？误解别人意思不好吧？看着他朋友圈背景图那张招摇的低胸照片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莹莹就是我们楼上那个女主播。我回复小美，这个莹莹我认识，就住我们楼上，做直播那个，长得很漂亮。小美回了我一连串问号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个女生不是早就搬走了吗？我心头重重一跳，不可能啊，她昨天晚上特别吵，青青还上楼找她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。你肯定弄错了，她搬走的时候，我还帮她把行李拿到楼下，她跟我说要回老家以后不来了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莹莹已经搬走了，她为什么要在群里说自己遇见色狼，而且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发出那么大动静的，又会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传来防盗门被打开的声音，酱汁，我带夜宵回来了，你睡了吗？轻轻的声音从房间门口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慌乱的想要藏起来。酱汁，你这么早睡着了？我立刻抓过被子蒙住头，嘎吱，门把手旋转，卧室的房门被打开。今天睡这么早啊？一只手探过来，把被子从我头顶往下掀。我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带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森感。真睡着了？轻轻伸手摸我的脸，2根手指顺着脸颊一路往下，冰冷粗糙的触感激起一阵战栗，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。轻轻的手一顿，过一会儿，好像有人拖着椅子走来走去，响声更大了。真烦人！轻轻不耐烦地朝头顶喊：你有完没完？能不能安静点？他喊得太响，我不能再装睡了。我犹豫片刻，睁开眼睛，做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楼上又开始了，我上去跟他说一下，你继续睡吧。轻轻安慰似的朝我笑了一下，转身带上门出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我立刻扑过去反锁房门，身体贴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，小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，这是物业给我的。我就说吧，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图上是一张小区客户的动态表，表格里显示6栋1301状态为空置，正常的空房都是代租，那些房东没有出租需求的空房才会特别标注为空置2个字。我脑子有点僵，可是楼上又发出噪音了。青青刚上去呀，楼上那个莹莹脾气差，又是个话痨，每次青青上去都能听见她在那边大喊大叫，2个人要说好一会儿话，青青才会下来。楼上是绝不可能没人住的，但小美发的这个图片也不像是假的。我大脑机械地转着，联想到刚才那个老神棍说的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难道说青青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？青青不会真的是变态吧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想找小美把情况说清楚，然后去她房里躲着再报警。可一翻到我们2人的聊天界面，才发现小美又发了一连串信息，你怎么老不信我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楼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啊！青青上去也没用，8成一个人在走廊里傻站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拍个照片。我握紧手机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完蛋了，小美做事情怎么这么莽撞啊？这要是去楼上，正好撞到青青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立刻冲到客厅。我跑到走廊上的时候，看见电梯门正缓缓合上，小美穿着个粉色的摇粒绒睡衣，开心地朝我挥手。我扑过去按下电梯键。小美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小美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电梯里拽。我大惊，你放手，我不去。你听我说，青青是个杀人犯，他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，我们得快点报警。酱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忘记了，青青那个朋友就是警察，不是来你家好几次了，警察能跟杀人犯当朋友？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青青确实有个当警察的朋友，叫李俊杰，长得人高马大的。有一次青青喝醉，还是李俊杰把青青送回家的，他还穿着警服，吓了我一跳。如果青青是在逃的杀人犯，李俊杰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么一想，我又感觉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奇怪，如果他不是变态，那1301里面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小美按下13楼的电梯键，哪里来的女人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看走廊里都是监控，哪里来的杀人犯啊？就算他真的是变态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
我们2个还打不过他一个。电梯很快就到了13楼，门口空荡荡的。小美指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这里没人。我们边说边朝走廊深处走。很快，小美脸色僵硬，说不下去了，因为那扇黑色的防盗门居然开着一条缝。奇怪，这门怎么开着？小美握住门把手朝外拉，门开得更大了。她探着身体朝里看了一眼，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大。妈呀，怎么了？青青在里面吗？小美却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，然后走进了屋里。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走廊上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。怎么没人？青青呢？小美不可置信地朝周围看了一圈，这屋子居然真的有人住啊，好奇怪啊！那物业怎么显示是空置呢？我们2人面面相觑，视线转向一旁的2间卧室。卧室房门紧闭，可靠近客厅的那间却时不时传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脚步声。小美走到卧室门口，往下旋转门把手，我朝她拼命使眼色，别管人家的闲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小美却直接打开了房门，我只感觉眼前一花，一道黑影冲出来，猛地把小美扑在地上。小美尖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那是一条模样古怪的大狗，狗的嘴巴戴着一个特殊的铁质嘴套，两旁密封，中间留了个洞，那洞估计是喂流食用的。那条狗看着恨极了小美，拼命地撕咬她的脸，只可惜戴着嘴套，根本伤不到小美。小美用力推开大狗，慌乱地坐起身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狗又往前扑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发出清晰的脆响声。我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这条狗的后肢穿着2只模样古怪的高跟鞋，鞋底大概5-6公分，又尖又细，看着踩高跷似的。好变态啊！这女的虐待动物，虐待动物的可能是青青，她估计真的是个变态。墙角摆着一只铁笼子，笼子旁边有一个计时器，上面显示晚上11点，所以每到11点，这笼子就会自动开门，狗从笼子里出来发出响声，青青就会上来给它喂食。那个跟青青说话的女生是不是被它关在另一间屋子里？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快走吧，快离开这里，报警。好，走吧。小美也吓得脸色发白，再也没了刚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我们2个跑到客厅里，小美伸手用力推了一下防盗门，脸色更白了。完了，这门被锁住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是开着的。我惊慌失措，用力往下压门把手，可不管怎么往外推，那门都纹丝不动。小美似乎想到什么，这是指纹锁，有人把电池卸掉了，要找到钥匙才能出去。我心脏一下就被揪紧了。肯定是青青，她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。她虐待狗，她那么变态，她真的是杀人犯，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她到现在都不敢动手，说明她1对2也没有把握。小美冷静下来，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110码，马吉公寓6栋1301，这里有杀人犯，你们快过来。挂断电话，我和小美紧紧靠在一起，后背贴着防盗门，惊恐地朝卧室的方向看，生怕下一秒青青就拿着刀从房里冲出来。小美壮着胆子，大声朝屋里喊了几句：“青青，警察10分钟以后就到，我劝你别冲动，伤了我们，你也逃不掉的。”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。我感觉很不对劲，如果青青真的是杀人犯，她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报警，不出来阻止呢？她到底想干嘛？小美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酱汁，我怎么感觉青青不在房里啊？你说会不会她看见我们发现她的秘密就逃跑了，故意把电池卸了，把我们锁房里，这样等警察到，破门进来最起码也得20几分钟啊。她是在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根本没法思考。第一反应是觉得小美说的有道理，可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2人贴着门背后站了5-6分钟，小美待不住了。青青肯定不在这里，再等下去警察都要到了，别怕。小美壮起胆子去厨房拿了一把刀，我也跟着选了一把水果刀，紧紧握住刀柄。2人一前一后来到另一间房门紧闭的卧室门口，小美朝我比手势，等会儿门一开我先冲进去，如果青青在，我先缠住她，你再进来。我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机械的点头，几乎是小美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。3、2、1。小美低声数了3下，握住门把手，猛地推开房门往里冲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卧室门是朝内开的，小美她冲了进去，可是房门不知道撞上什么东西，迅速反弹回来。在我冲过去之前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，咔嚓，很细微的轻响声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有人把房门反锁了，是青青，青青就躲在门后。救命！小美的尖叫声迅速变成呜咽声，听起来像被人紧紧捂住了嘴。屋子里很快传来打斗声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的砸门。开门，小美，青青，你放开小美，警察马上就到。
警察就在门外了。我一边敲门，一边找手机报警，想催促警察来得快点，可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翻了个遍，却怎么都没找到手机。刚才出门时，我明明就把手机放在口袋里的呀，难道是掉在路上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小美被困在里面，轻轻杀了她之后，下一个就是我。我使尽浑身力气，用力撞门，1下、2下。撞到第3下的时候，房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，我没收住力道，一下子往前冲去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，我尖叫一声，闭着眼睛发疯一样挥舞着手脚。是我，酱汁，是我啊！小美虚弱的嗓音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小美，她头发凌乱，双眼发直，衣服上还沾满了血迹。小美，青青呢？小美伸出手指，惊恐地指着墙角的方向。我杀了他，我杀人了。衣柜旁边躺着一个人，他穿着米色卫衣牛仔裤，我脑子里紧绷的弦瞬间松懈下来。没关系，你没杀人，你是正当防卫，我们是正当防卫。我小声安慰她。小美把头埋在我胸口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剧烈的喘息。她看起来被吓坏了，喘着粗气，头一直在我胸口拱来拱去。没事的，小美，警察很快就到了。警察，我说不下去了，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床铺底下的亮东西，仿佛一只有力的手勒住我的咽喉。极度的惊恐让我开始浑身颤抖。那是一部手机，是熟悉的鲜亮外壳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。所以小美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难道说小美根本没有报警，是她给我发的物业表格图，也是她非要拉着我上楼？难道真正的凶手是她，虐待动物的也是她？